如何用代码识别 ICT 中的吸筹、操纵、派发阶段。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基于 CRT 蜡烛范围理论的 AMD 交易策略开发。再说 ICT 啊，之前出过一期相关视频啊，那期讲的是 FVG 啊公允价值缺口模型。今天我们来看 CRT 啊蜡烛范围理论啊，或者说就是这个 AMD 模型啊。你瞧瞧这名词啊，就是一个接一个啊，什么 FVG、AMD， 还有什么 EQH、EQL， 还有什么 SMC 啊，反正就是各种名词啊，各种概念啊，学的人是头昏脑胀啊，只看一张 K 线图啊，都能把人看得不知天地为何物。所以我个人其实对于这种稍显炒冷饭的大杂烩吧这种交易概念啊，不是很感兴趣啊。但是我还是叠个甲，就是 ICT 的粉丝还是不少的啊。我个人说不感兴趣，只能说明我的能力有限啊。我不是说他这个方法有多么的不好，或者说有多么的好啊，因为我只是个小卡拉咪，我不做评判，我只是出于我个人的角度啊，觉得它里面的概念啊，存在大量的交易逻辑上的多解性啊、不可解释性、主观性等前提条件啊，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导致我不感兴趣啊。但是即便是我解释了再多啊，它也架不住感兴趣的人更多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做一期 ICT 的 AMD 模型啊，或者说 CRT 结构啊，我们把它当做一期源码技术上的学习啊，也是可以的嘛。CRT 三个字啊，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主力啊，根据这个大级别的走势啊，先给它画了这么一个框啊，然后把这个傻多还有傻空的这些止损单啊，也都装进去啊，然后假装手滑啊，把这个框捅破了啊，吓得大家都跳车了啊，然后他再慢悠悠的把这个洞给补上啊，就是带着没跳车的乘客啊，继续原方向狂奔啊。所以一句话总结，其实就是这个主力啊，他画了一个吸筹范围，然后下去收割了一波止损单啊，也就是扫这个流动性啊，然后再把这个价格拉回来啊，就是带着没有被震出去的啊，就是一起飞。那么它和这个所谓的我们听到的这个 AMD 它有什么关系呢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比 CRT 更加装叉的一个名字啊，就是这个首先是这个 A 啊，大家看这里也能看到啊，这个 A 啊就是 accumulation 啊，能看清吗？就是这块啊 accumulation 啊，也就是所谓的吸筹区啊，就是定义范围的一个 K 线啊。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 M 的话叫做这个manipulation 啊，就是操纵区啊。那么它在这里的话就是用来定义这个假动作啊，一些假突破，包括一些小级别 K 线的一个回包的一些动作啊，它就是在这个操纵区间的啊。然后最后的话，它是有一个大家注意这个黄色的区域和紫色的区域啊，这应该都属于它的这个distribution target， 也就是它的这个派发区啊，也就是这个主趋势方向的拉升啊，就是价格从这反转，然后它继续拉升，就冲向另一边啊。然后这个紫色的，它是我自己画的一个框啊，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stop loss 啊，就是一个止损的一个概念啊。对，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这个 CRT 它是一个技术细节的一个定义啊，是 AMD 是交易的底层逻辑啊 ，CRT 是它的具体的一个实现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把这个EA 程序啊给它写一下啊，就是实现一下啊。但是在我们写这个源码之前呢，我还是要花1分钟啊讲一下它的这个技术理论啊，很快的啊。好，我这里就是借用一下别人的图片啊，感兴趣的可以去这里去查看原文啊。那么这个 CRT 啊，它就是把每一根 K 线都看作是一个价格的区间啊，注意我这里写错了啊，是一个价格的区间啊。
那么如果把这个区间从一根 K 线给它拆分成很多根的小 K 线，也就是把它从小级别去看的话，就能看到它的这些关键的转折位置啊，这些转折的水平位，其实就是前一个大的交易周期内的最高价和最低价啊。那么这是他所说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以小见大啊，就是我们看大级别周期的高低点，就可以识别出重要的流动性水平位啊。那么这个上沿的流动性水平位，我们称它为 CRH 啊，下沿的话就是 CRL 啊，就是总是搞各种名词啊。那么不管它叫什么，它其实就是代表的我们接下来做单时需要观察的关键价位。有了关键价位之后呢，我们还需要观察在关键价位附近游走的这些 K 线形态啊。那么这里我们就是在 CRT 里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操纵区啊，也就是操纵区的假突破，包括小级别的回包等行为啊出现之后啊，那么大概率就会出现反向的一个流动性啊，这是他所说的啊。然后大级别总结一下，就是大级别 K 线的高低点，我们去定义这个区间的上下，然后小级别的 K 线，我们去寻找操纵区域的一个假突破啊。那么出现假突破之后，我们进场，然后止损的话可以设置在这个区间的上沿或者下沿啊。那么止盈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上下沿，也可以使用这个固定的盈亏比加上跟踪止损的操作啊。好，那么这就是大概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其中的逻辑呢，包括接下来我们代码中使用的交易逻辑、交易条件啊，也都是参考于网络上其他热心人的一个分享啊。因为我个人实在是不感兴趣啊，所以不太想花时间去做这个总结啊，所以我只是做一个代码上的实现啊。如果对于交易上的逻辑你觉得和你想的不一样，那么你找其他人去探讨啊。反正我是从网上看的别人的一个回测的结果啊，感觉就是值得一试嘛啊，所以就写了一下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是以此做一期这个源码的分享啊，就是纯技术分享啊。代码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多啊，就是我争取一个视频就讲完啊。但是如果一个视频太长的话，反正我尽量一个视频就讲完啊。所以能点赞的就帮忙点个赞啊，支持一下啊。没关注的也请点个关注啊，这样就不会错过其他的视频了。好，那我们开始源码的部分啊。首先就是打开我们的代码编辑器，新建一个 MQ15 的文件啊，随便给它取个名字，然后点击下一页，下一页完成，它会给我们生成一个自带默认结构的一个 EA 文件啊。因为我不喜欢这个结构，所以我就把它自带的这些代码都给它删除掉。还有就是这个源码啊，针对于我们目前的内部课程的学员，可以去学员资料下载学习啊。好，然后这一块这行代码声明，它主要就是一个严格程度啊，因为它可以，如果有些同学这个写代码不是很规范的话，你加上这个的话，它可以在你编译期间就把这个错误告诉你啊。这里是引入 MT5 自带的这个交易库啊，就是这个 trade 类啊。然后是声明了2个枚举类型啊，这个主要是针对于不同类型它所采用的止损方式啊，所对应的一个属性。因为我们的这个止损模式有2种模式啊，一种是使用这种动态的结构止损，一种是使用固定点数的止损啊。动态的结构止损的话，它其实用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吸筹区的这种高低点啊，高低点作为这个止损的啊。如果是你选择这个固定指数的话，它就使用的是这里的固定点数这个值啊，用作止损啊。好，这里就是是否要启用跟踪止损啊，0的话就是不启用啊，1的话就是启用这个跟踪止损。好，接下来这一大堆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外部参数啊，也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里的
资讯啊。我们从这里开始说吧。首先，这个 range 啊 ，time frame 啊，它代表的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吸筹区它所依赖的这个交易周期啊。如果是第一的话，也就是吸筹区是以前一根 K 线的这个高低点啊作为这个区间的一个定义啊。然后第二个是确认突破的周期，也就是我们小级别的假突破，我们要以什么样的级别去作为评判的依据。然后这里的 confirm bars 啊，这个数量的话，它代表的就是你需要用几根 K 线，也就是在这个小级别啊，比如说你 EA 挂的是这个15分钟，那么就是需要有几根15分钟的 K 线收回来才算这个结构确认啊。那么通常来说，其实一根就已经足够了啊。如果你写0的话，那么就是不需要确认啊。那么通常来说，这个我们不会这么做啊。你最少的话都要有一根啊。然后这里的交易手数就是每单你要下多少手啊。然后再接下来这个 magic number 就是大家常见的这个魔术号啊，魔术的EA 的这个身份证啊。那么通过这个魔术号的话 ，EA 就会知道哪些单子是自己开的啊，就是防止误操作其他的 EA， 或者说误操作你的人工的订单啊。然后这里的这个 max position 啊，它代表的就是同方向的订单最多可以开几单啊，它就是防止你这个过度交易的啊。然后再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止盈止损的设定，这个 risk reward 它就是我们的盈亏比啊。我们这里填3的话，就代表的是我们假设我们亏1块钱，那么赚的话就是要赚3块钱啊。然后这里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块的一个止损的模式啊。那么默认的话，我们给它选择这个动态结构的止损模式啊。然后这里的 SL points 的话，它是指的如果你的止损模式选择的是这个第二项固定点数止损的话，那么你这里的这个 SL points 就要给它设定你想要设定的一个止损点数。好，然后再接下来是我们的过滤器啊，也就是它其实是针对于这个 CRT 结构的一个设定的一个条件啊。比如说这里的这个微小操作啊，我这里在盘面上给大家举例一下。我们就以这一块举例啊，假设用户开启了这个过滤微小操作啊，并且它也设定了最小的一个操纵幅度的话，那么我们这里就会判定它在这个操纵区间的这个波动幅度有没有达到一个吸筹区的一个最小的要求啊。我这里刚才应该写的是10%啊，也就是10%的一个程度啊。因为如果你的这个就是操纵区啊，这个幅度过小的话，比如说我们这里没有超过10%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它只是一种日常的噪声啊，它并不满足我们假突破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满足 CRT 结构的啊。对，这就是一个幅度的一个限制啊。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个这个派发区的一个投射比例啊，这个投射比例它限制的其实就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黄色区域的一个宽度啊。当然虽然它有一个宽度啊，但是并不是说这个 EA 行情运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会无条件的平仓啊，这是不会的啊。它更多的就是一种参考性的意义啊，就是如果说你打算自己手动操作的话，那么超过这个区间的话，它可能意味着超过这个区间如果还没有产生盈利的话，那么可能这个指导性的意义就是让你尽早的一个平仓啊。所以它对于我们如果说是你全权交给 EA 进行处理的话，那么其实它更多的就是一个观赏性的意义啊，就是没有实际上的交易意义啊。好，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的移动止损啊，这里就是一个开关，是否要启用移动止损啊。那么它这里有2个值，一个就是激活的盈利点数，也就是当你的账面浮盈达到多少点的时候，你才去开启这个移动止损啊。那么如果开启的话，你移动止损要移多少啊？我们这里是移30点啊，就是一直保证有30点的一个利润。好，这就是我们的外部参数啊。我们讲快一点啊，不然我们一个视频讲不完了。好，再接下来是全局变量的一个声明啊，这里是声明的这个交易对象的一个实例，然后这块是记录的一些状态的变量啊，都是一些时间相关的啊，比如说这里的上一次画这个框的一个时间点啊，然后这里是发生假突破的一个时间点啊，也就是这个时间点啊，
然后还有就是上次确认反转的时间点啊，也就是小级别的确认反转的一个时间点啊，然后还有进场开单的一个时间点啊。好，这块是记录价格的时间点啊。Range High 和 Range Low 它记录的就是我们派发区啊，记录就是我们吸筹区的这个高低点啊。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框，这个高点和这个低点啊。然后蓝色的框，蓝色的话就是阳线啊，就是做多的；红色的话就是阴线，就是做空的啊。这是高低点啊 ，Range High 这 Range Low 和 Range High 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假突破的最极端的那个价格，也就是比如说这里，比如这里啊，这个价格，大家看一下，这个点的这个价格啊，最底部的那个价格啊。那么针对于做空的话，就是最顶部的那个价格啊，这里就是进场价格。然后这是标记就是标记方向的啊，因为它是考虑到前一根日线的一个是阳 K 还是阴 K 啊。如果是阳 K 的话，就是只做多啊；阴 K 的话，就是只做空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记录你这个价格，也就是我针对于这个框框来说，它是否已经发生过一次假突破了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是否已经做过一单了啊。然后视觉上的前缀的话，它其实就是给这些框框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红色的框啊，红色的透明的框，蓝色的透明的框，包括这里的粉色的框，还有这个黄色的不透明的实体的框，包括这个框啊，都是一样的，就是给他们取了名字，加了一个前缀啊，就是方便我们进行EA 的管理。好，再接下来就是一个函数的预声明区域啊。那么这些函数的话，我这里先不讲它的含义啊，因为接下来我们会逐个的讲它们的具体实现啊，到时候我们再细讲啊。这里做一个预声明，它主要是为了便于我这个讲课的时候进行讲解啊，因为有些变量的话，有些这个函数我还没有声明出来，我直接进行一个调用，我编译的时候它会报错的啊，所以我这里进行一个预声明的话，那么它会减少这种错误啊。然后再接下来是我们的onInit 方法啊，然后 onInit 里面我们只有一行语句，就是用来设置这个模式号的啊，就是给 EA 发一个章子啊，然后你这个 EA 所发出的每一笔交易都会盖上这个章啊。这样的话，你同时挂多个 EA， 或者说你又有人工操作又有 EA 操作的话，那么你通过这种方式，它就不会把彼此的这个订单搞混淆了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 onTicket 方法啊。我们首先是获取了当前的价格 ask 价和 bid 价啊。然后这里是进行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识别我们的这个新的区间啊，也就是识别我们的吸筹区啊。这里是记录当前正在走的这根 K 线的开盘时间啊。然后这里做一个判断，它主要是逻辑就是判断是不是一个新的 K 线啊。如果当前 K 线不等于上次记录时间，就说明旧的这个区间已经走完了，就开始新的了。如果是新的话，我们就需要把所有的这些数据进行一个重置啊，因为它所要参考的这个最高价、最低价、开盘价、收盘价都会发生变化的啊。啊，这里就是获取前一根的完整 K 线的一个数据啊。当然大家注意啊，这里我是用的1啊，因为1的话它代表是刚刚结束的那根 K 线啊，就是已经走完了，它的高开低势都已经确定了啊。如果你把它写成0的话，那么就代表的是是当前还在跳动的 K 线啊，就是还没有走完的啊。那么这种还没有走完的话，就不利于我们这里的逻辑进行参考了啊。好，然后我们这里是把一些变量给它存储到我们的 range high、range low 啊，也就是把我们这里的最高价和最低价给它记录下来，因为待会儿我们做交易会用到，包括我们画这个可视化的这个图形啊，也是要用到的啊。然后这里就是还是判断方向啊，如果你的收盘价大于开盘价的话，那么就说明前一根日线它是一个阳线啊，那么我们就定义接下来的操作都是看涨的啊，反之的话都是看空的啊。啊，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如果是新的开始的话，我们就进行重置所有的数据啊，把这些之前的这个突破啊，包括它这个交易状态、交易时间啊，都给它全部进行一个清理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关键价位啊，如果你是这个做多的话，也就是你是看涨区间的话，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区间的这个下沿啊，下沿这块啊。那么比如说这里啊，我们关注的就是它的下沿。如果你是这个做空的话，我们关注的就是它的上沿啊，也是这块啊，关注它的上沿。然后这块关注它的上沿。啊，这里的话就是
画图了，就把这个核心的这个吸筹区给它画出来啊，也就是这里的粉红色的透明的框和这个透明的这个蓝色的框啊，就是我们吸筹区的一个部分啊，给它画出来。这个我们现在就画一下吧。好，这就对了啊。然后它这个画这个吸筹区这个区间啊，大家注意啊，在 MT5 中它其实并没有这个画这个背景色，画一个透明的背景色的这个概念的啊。但是我们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背景啊，它是透明的啊。那么这是怎么实现呢？就是因为它是画了2个啊，它是先画了一个实体的一个框，然后又画了一个纯粹画了一个透明的一个背景的一个颜色啊，就是以此来看似好像实现了一个透明的效果啊。所以我们这里是有2个啊，一个是画一个边框，一个是画一个填充啊，就是使用这种方式来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透明的感觉啊。也就是说，它既有这种划分区间的一个概念，又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盘面啊。因为其实大家观察到啊，凡是你用的这种常规的这种画的这种背景色的话，它其实对于我们的盘面影响还是挺大的啊。就是你经常性的就看不清啊。但是我们用这种方式的话，其实还是一目了然的啊，还是挺美观的啊。好，那么这里的这个创建对象的话，我这里就不多讲了，因为也讲过很多次了啊，无非就是填充一些属性啊，背景色啊、宽度啊，是否可以选择啊，包括这里的这个提示信息啊，鼠标悬停的是一个提示信息啊。这里的话就是添加一个文字标签啊，就是把我们这里也就这块的，大家注意啊，这块有一个文字啊，它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段代码啊所生成出来的啊，然后最后使用这个刷新图表啊，把我们这个对象给它绘制上去啊。好，那么这一块第一个这个寻找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吸筹区啊，就已经完成了啊。然后再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块的内容。好，这就是第2块和第3块的内容啊。那么第2块就是检测我们的这个操纵区的假突破行为啊，也就是会在小级别去观察它这里究竟有没有发生这种快速的下跌，然后又迅速收回的这种情况发生啊。这里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啊。那么这个函数待会儿我们再补充啊。然后第3个就是交易条件的一个判断啊。那么经过这个函数的话，我们会得到这2个值啊。那么这里的这个值如果等于 true 的话，就代表它是已经发生过假突破的啊。然后这个值的话，它代表的就是说，虽然它发生过假突破，但是这个假突破我们还没有做过交易啊。那么满足这个2个条件的话，我们才会进行进场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进场之前，我们还要判断啊，还要判断什么呢？就是判断这个小级别的 K 线啊，究竟有没有收回来啊。也就是它判断的是这根 K 线啊，这根 K 线究竟有没有收到这个虚线的上方啊？这个虚线它对应过去其实就是前一根日线的一个低点啊。大家看啊，这个价格，包括它突破的这个价格，其实都是一个价格啊。好，然后这里它判断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突破的纵深啊，它的这个幅度够不够深啊？如果太小的话，比如说我们这里刚才参数定义的是10%啊，那么如果它这里只超过了5%，那么我们就认为它只是一个日常的噪声啊，我们就不会去做交易的啊。好，那么如果这2个条件，这个条件都满足的话，我们才会进行一个下单。好，我们编一下，这个方法补充一下。这里就是在检查我们的一个突破状态啊。如果是看涨的话啊，也就是我们的积累区啊，就叫积累区吧。我这一会儿积累区，一会儿这个什么区，吸筹区啊，我都说乱了啊，我们就叫积累区吧。如果积累区是阳线啊，且这个价格下跌到了下沿线，也就是前一根是蓝色的，蓝色就代表阳线，且我们这个价格下跌到了这个下沿啊，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第一次跌破啊。如果是跌破的，我们给它标记一个状态啊，就是已经突破了，然后我们再记录一个突破的时间，
记录一个最低的一个价格啊。那么看跌的话就是与之同理啊，就反过来它是在寻找这个最高价格啊。那么这是大级别的判断它是否突破的一个条件啊。然后编一下，然后还有一个 check 这个也没有写，这3个都没有写啊。然后这里是判断小级别的啊，我们刚才判断是大级别是否有突破，这里是判断小级别是否有收回啊，我们把它写一下。好，那么这里就是判断我们小级别是否有收回啊。如果有收回的话，那么走到下面这一段啊，如果有收回，我们还要判断究竟有几根 K 线收回来了啊，因为这里我们是有一个外部条件的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confirm bus 啊，就是确认 K 线的数量啊，那么通常来说是1啊。那么当然你也可以设定多个，比如说2啊、3啊，那么这样的话概率可能就是识别到这个假突破的概率比较高，但是有可能你进场的这个时机就有点迟了啊，也就是你的盈亏比可能不会太好看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过滤纵深幅度的函数给它补充一下。好，那么这个作用它其实主要就是过滤噪声啊，因为你这个假突破的话，你必须要有一定的限制啊，你不限制的话，那么比如说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如果你的价格它只是稍微刺破了一下，比如稍微刺破了这么一点，比如说它只稍微跌破了1个点，它就收回来了，那么你觉得它是假突破吗？那么它可能就不是啊，它只是市场的一种非常随机性的一种波动啊，就是一种噪声啊，它不是说CRT 它想捕捉的那种主力的蓄力操纵的情况啊，这不是它想要的啊，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要求它这个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坑啊，主力挖的这个坑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深度啊。比如说我们这里要求的这应该是10%啊，如果你低于10%的话，那么就不认为是一个有效的陷阱啊。对，就是陷阱的意思啊。好，然后再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真实的下单交易的这一块代码给它补充一下。好，再看一下我们下单的一个逻辑啊。我们这里就以做多为例啊，然后做空的话就是与之相反啊。那么做多的话还是3个条件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先再次确认一下我们的做单方向是不是做多啊。然后这里的话是判断我们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区间的内部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统计我们的多单的一个持仓数量究竟有没有达到最大的一个限制啊，就是防止过度交易啊。好，这3个条件都满足的话，我们就来计算我们的止损价和止盈价啊。那么止损的话，它其实分为两个类型啊。那么第一种类型的话，就是我们的动态结构止损啊。那么它使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吸筹区的一个做多的话，那么就是使用我们吸筹区的一个底部啊。然后止盈的话，我们这里就使用的一个盈亏比的一个概念啊，盈亏比的一个概念。这是动态结构止损啊。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固定点数的止损啊。固定点数就简单了啊，那么直接使用这个点数一减啊。那么止盈的话还是使用止损点数乘以这个我们想要的一个盈亏比啊，然后一加啊就可以得出来的啊。固定点数的话比较简单啊，没什么可说的啊。然后这里的止损和止盈都已经计算完毕之后，我们直接调用这个 trade 来进行一个做多的买入啊，然后把持仓的一个手数、当天品种、持仓限价，然后止损、止盈，包括它的一个备注都给它写上啊，写上之后就下单啊。下单的话，我们再判断它的一个下单状态啊，如果是下单成功的话，我们再把它这里的状态进行一个修改啊，比如说告诉EA啊这个区间这个吸筹区我们已经做过单了啊，就不要再做了啊。记录一下我们的这个入场的时间，还有我们的入场的一个价格啊。这里它都是为了这个画图啊，画图所使用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嫌麻烦啊，你觉得我全都交给 EA 了啊，我不需用人工进行判定啊，那么这些其实你都可以不写啊，因为它只是一种我们人工观察的时候一种参考性的意义啊，就是它不会影响真实的一个做单的一个逻辑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再次画上一个小箭头，就标记我们的入场点位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打算只使用它进行一个手动交易啊，然后人眼进行一个识别做一个参考的话，那么你可以以这种小箭头，它会提醒你
程序建议的一个入场点位是在哪里啊？当然，如果你是 EA 的话，这对于你来说还是没有意义的，你可以不写啊，可以不写。然后做空的话就是与之相反，还是满足3个条件之后，然后把止盈止损一算啊，然后调用这个 trade sale 啊，直接进行一个做空啊就可以了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倒置过来而已啊。好，好，画这个小箭头我们还没有写啊，这只是一个辅助的。这里没有太大含义啊，就是创建一个 arrow 的一个对象啊，图表上创建一个箭头啊。233的话代表的就是上涨，而234的话代表就是下跌啊。然后大家想使用其他的这个图表的话，大家怎么拉不过来呢？其他的话大家可以从这里进行查找啊 ，F1。我这个帮助文档有时候有问题啊。反正大家自行去查吧啊。233的话应该就是上涨啊，234的话就是一个下跌的一个红色的一个箭头啊。好，这个 count positions 也没有写啊，它是一个统计持仓的。这个函数我们经常写了啊，就不多解释了啊，就是获取当前 magic number 所属的订单持仓啊，包括这里还判断一下类型啊。这个写过很多次了，就不再重复了。好，第3步，然后再接下来应该，做单这块就已经完成了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跟踪止损啊，就是持仓过程中了。好，那么基本上这些步骤就已经完成了啊。今天我讲的比较快啊，可以说讲的非常快啊，节约时间了啊。但是我提前也写了很详细的这个日志啊，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啊。那么第4步就是进行入场后的一个就视觉化的处理啊，就是画这个这个叫什么？画这里的这个操纵区，还有我们最终的这块金色包括紫色的一个派发区和止损的一个区间啊。这个待会我们写一下啊。然后第5步的话就是我们的跟踪止损啊，如果用户选择的是这个simple 的话，那么就是一个跟踪止损的操作啊。那么这个我们待会儿接下来也写一下啊。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面板啊，大家注意看啊，左上角的话这里有一个有一个面板啊，它可能字体比较小啊，它会显示当前区间的一个方向啊 ，bullish 还是 bearish 啊，它还会显示一个入场的一个状态啊。多数就是一个指导性的意义啊，它不会对于我们交易的结果产生重大的影响啊。好，接下来我们把这1、2、3这3个方法给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基本上就完事了啊。今天讲的可以说是非常快了啊。OK， 完事了啊。那么这一大堆代码呢，它其实都是做的视觉化的啊，就是这些框啊、这些背景色啊，包括这里的止盈还有止损啊，都是一些手动交易的一些指导性的意义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是全权交给EA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如果你嫌麻烦，你是可以不写的，可以不写啊，因为它对于真正的交易逻辑并没有影响到啊。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函数的话，就是真正会影响到我们交易逻辑的啊，因为可能针对于某些品种来说，你不开这个移动止损的话，是绩效会差很多啊。好，这里就是针对于我们所有的持仓做的一个跟踪止损啊。就是获取我们的订单价、当前止损价、开仓价，然后准备一个新的止损价啊。那么也就是当我们以做多为例啊，就是当前的这个浮盈的价差如果大于了我们的启动这个跟踪止损的一个门槛值的话啊，那么我们就启用跟踪止损啊。
我们这里把新的止损一计算，然后使用这个 position modify 给它一修改就可以了啊。好，空单的话也是同样啊。其实这个函数我们之前也是公开的写过啊，不复杂啊。好，那么最后一个函数就是我们的显示面板信息啊。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不想看这些信息的话，这些信息不想看的话啊，你觉得对你没有用的话，那么这个函数你不写也可以啊，因为基本上这个页就已经写完了。好，到此为止，我们就已经把全部的代码都已经写完了啊。这个页的代码，说多嘛，其实也不多啊。它主要是这种，这个视觉化的信息会比较多啊。因为这个不做的话，感觉又差那么点意思啊。好，接下来我们简单测试一下啊，还是选择我们刚才写的这个 CRT 交易公开课版啊。把这个页选择好，然后交易品种选择黄金啊，然后时间级别这里，它这里是定义的一个小级别啊，当然如果你也可以在这里进行选择啊。如果你选择的是 current， 那么它应用的小级别就是5分钟啊。然后日期呢，我就选择17年的5月份啊，因为这台电脑上它的数据只能到17年的5月份啊。如果你有比如说我们正常开发上我们用的这个 do cost copy 的数据的话，它可以追溯到过去10年、20年啊都有的啊，但是我这台电脑这个 MT5 它只有这一点数据啊，然后其余的就不用管啊，你想选的话也可以选啊，想选了也可以。好，珍惜时间我这里就用1分钟了啊，这个大家自行的进行测试啊。然后参数的话，就还是默认参数啊，但是这个交易手数我改一下啊，因为这里的0.0确实有点小啊，用1手啊。好，我们开始。对了，忘了，我们要把这个勾选上啊，把这个勾选上，就可视化的图表模式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做单逻辑究竟对不对啊？最好勾选一下，暂停一下啊，观察一下，做多的啊，找个做空的，做空的也还是可以的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它跑完吧啊。好，总算是跑完了，开着这个可视化模式啊，就是会慢些啊。那么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去做更进一步的测试啊。今天讲的很快啊，就是讲的很快啊，所以都嫖了好几次啊。那么即便是这么快，也花了好几个小时啊，所以以后还是分开录制吧啊。好，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不要吝啬点赞、收藏、评论，一键3连，加关注啊，多多支持，感谢感谢。